就在最近，美国在台湾部署的部队进行了一次演练，演练的内容让人大跌眼镜。冲突爆发后，美国要如何第一时间撤离？台湾花了巨大精力，可算是把美国人找来了。结果美国人来了之后，第一件事竟然是研究怎么跑路。事实上，美国人进驻台湾之后，做了非常充分的跑路准备。台湾附近的海陆空三军时刻处于跑路准备状态中，甚至不只是台湾，就连驻日美军也有类似情况。就在之前，美国一架 B-1B 轰炸机在日本附近巡逻的时候，遭遇2架中国歼20。根据爆料，当时 B-1B 轰炸机上面的机载雷达甚至都没反应啊！这下可是把美国人给吓得不轻啊！一路绕着日本、韩国跑到东海，把美国飞行员魂儿都给吓飞了。如果在战时，本虎丝毫不怀疑中国肯定有用歼20战斗机给美国人打得鼻青脸肿的条件啊，这就不得不让人想起当年南海仲裁的时候，美国的航母编队在面对中国航母时也选择了主动撤离。当时的菲律宾还寄希望与美国和中国干一架，确保自己能占据中国的岛礁，结果你美国老大哥先跑了啊，航母都跑路了。各位觉得这跟 B-1B 跑路的事情是不是有几分相似？所以说，想要寄希望于美国人的保护根本不靠谱，美国人卖队友那就是传统。太远的不说了，就从越南战争开始说。战争一开始，美国方面说一定会保证南越最后统一越南，哪怕跟苏联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但是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清楚，由于中国和苏联的援助，越南人的抗争，美国陷入了战争泥潭，并且在这之后的美国反战浪潮也影响到了美军的战略部署。最终在1975年西贡时刻，美国被彻底赶出了越南。这是美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撤离行动，数以万计的人挤在美国大使馆周围，希望能搭乘美军的直升机离开。有不少西贡的越南市民试图爬进美国大使馆获得庇护。最终，直升机撤离美国公民1373人，其他国家人员5595人。那最著名的一个照片呢，叫做西贡铁拳。一架直升机因超载不能起飞，一个美国军事顾问一拳把南越带路党打下飞机。可以说，至今美国都难以忘记当时的场景。而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就在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拜登为了刻意表现自己和特朗普不一样，把原本特朗普定下的秘密撤军改成了公开撤军，早早公开了撤军的时间表。塔利班立刻根据这个时间点制定进攻计划，而汉加尼政府更是人心惶惶，从上到下所有人都在想着跑路。美军完全没想到，本来他们计划汉加尼政府最后能抵抗1年到1年半的，至少你得跟南越差不多吧。结果谁能想到，最后这帮扶不上墙的坚持了20天就全面投降了。那么多的北约人员、家属、工程承包商、为北约卖命的阿富汗本地人，原计划都是要带走的，现在没缓冲时间了，还想走那么些人，怎么可能呢？于是乎，在阿富汗，一场比西贡铁拳还要恶劣的撤离事件发生了。根据央视新闻的采访，美军在撤离的时候，借着喀布尔城内的连环爆炸事件，对着想要一起逃跑的人，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开枪。最终统计至少有170人是死于美军的枪击的。整个喀布尔机场里面都躺满了重伤倒地人，甚至有人对记者展示了他故去朋友的身份证，说他为美军效力那么多年，没被 ISIS 杀死，但最终被美军杀死了。也有侥幸突破美国封锁线的人，抱住了美国的 C-17运输机，起飞后整个人直接从飞机里掉了出来，最后摔死在地上。而这一幕刚好也被人拍了下来，简直就是西贡铁拳那张照片的现代复刻版。如果说上述这些事情美国针对的是外国人，那撤离自己人的时候，他们应该不会这样吧？这就不得不提最近的苏丹内战了。苏丹内战，各国撤侨，在这次撤侨中，中国大使馆始终承诺，在最后一个中国民众撤回到中国之前，坚决不会走。反过来再看美国人，美国军方呢是第一时间撤走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至于说当地的美国平民，只是不痛不痒的来一句建议就地避难。最终结果，中国撤走了1100多名中国人民、港澳台同胞以及和中国有关联的231名外国人员，而美国呢，则是留下了位于苏丹全部平民，只带走了政府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就在最近美国还臭不要脸的上映了一部主旋律电影，叫什么《盟约》讲的是美国侵略阿富汗撤离后，
抛弃阿富汗二鬼子，然后主角因良心过意不去就散尽家财回到阿富汗救援的故事啊！本护者说这个故事太魔幻了。美国对于这种海外驻扎的反美人员啊，都是有各种心理疏导服务的啊，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些人忘记一切，怎么还可能记得所谓的救命之恩？片尾最后也说了，在阿富汗充当翻译的人被害了多少？至今有上千人仍在躲藏，原罪难道不是美国人干的吗？寄希望于美国在危险时候拉兄弟一把，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可笑的行为。毕竟美国人在保命卖盟友跟和盟友并肩作战这两件事情做出选择的话，那十有八九的概率是选择卖队友保命的。毕竟这种事情美国人可太熟练了，从越南到阿富汗，从南海到黄海，每一次美国人都是这么做的。